12月12号到13号，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武文赏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6年再访越南。作为山水相连、理想信念相通的同志加兄弟，中方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越方也把对华关系视为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越南革新开放处于关键期。此次这样一场重要节点的重要访问，两国领导人聚焦哪些议题？如何为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呢？下面一起来看短片。时近岁末，中国元首外交再度落子周边。当地时间12月12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河内，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武文赏邀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河内内排国际机场，400多名中越各界代表手持两党两国旗帜热情迎候，热烈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夫人访问越南等横幅格外鲜艳夺目。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时，越南总理范明政等越南党政领导人和地方代表在舷梯旁热情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中越两党两国旗帜迎风飘扬，红色横幅上写着“中越友谊万古长青，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许多人自发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两国旗帜，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在赴河内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署名文章在越南和地区国家各界人士中引发强烈共鸣。他们表示，相信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将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步入新阶段，期待中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过程中，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多惠及周边，共同推动亚洲现代化进程，为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越南主流媒体对习近平主席此访也高度关注，其中越南国家通讯社越通社在报道中强调，习主席此访对越中两国来说都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外交盛事，充分体现两国推动越中睦邻友好传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取得实效，造福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决心。越南快讯新闻网称，此访为越中领导人在新形势下加强战略交流提供了重要契机。还有越南媒体提到，此次越方安排范明政总理接机，足以体现对习主席访问的重视程度，接待规格前所未有，超过美国总统拜登今年9月访越时的接待规格。12号下午，阮富仲在主席府广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共中央驻地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双方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双边合作文件。文件涵盖共建“一带一路”、检验检疫、发展合作、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交通运输、地方合作、防务和执法安全合作、海上合作等30多个领域。中越两国在各领域长期互学互鉴，拓展合作，共同书写了中越友好历史篇章。我们都知道，中越两国经济利益融合紧密。近年来呢，中越便民大联欢等友好交流互动开展的有声有色，两国的教育合作也是非常密切。比如说，2021至2022学年有2.7万名越南学生在中国学习。那么在外交层面呢，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给予支持，在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中保持密切配合。越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支持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由此可见呢，两国关系此时提质升级，具有良好的基础，可谓是水到渠成。需要点出的是，此次对越南的国事访问，
习近平再次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双重身份出访。观察指出，一方面，此行是应越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邀请；另一方面，中越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共产党在各国都处于领导地位，两党最高领导人经常保持深度的战略沟通，对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举旗定向的作用，这是中越关系的一大特色，也是关键。充分发挥两党关系、两国的党际交往对两国关系的引领保障作用，这是中越关系的最大优势。通过这样的党际关系、这样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它能够维护和巩固两党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两党关系、两党交往对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既是一个政治引领作用，也是一个压舱石的作用。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社会制度相同，理想信念相通。中越都坚持两党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这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最重要的政治保障。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充分彰显中越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曾于2015年、2017年和2022年3次访华，其中2022年10月30号至11月2号，阮富仲总书记应邀率领越方领导人，作为中共20大后第一个元首级代表团访华。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为阮富仲颁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今年8月，阮富仲总书记视察友谊关口岸并种下友谊树。他指出，世界上只有越中友谊友谊关口岸以友谊二字命名，这体现了越中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的特殊传统友谊。越中关系不断发展，完全符合越南人民的愿望。相信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定会越来越深厚。当地时间12月13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内主席府同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越方一道，深化战略沟通，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造福两国人民。今年10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时表示，中越都在推进各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都把中越关系作为各自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都把对方发展视为自身发展机遇。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武文赏就任越南国家主席后首次来华。他于今年3月2号宣誓就职。去年阮富仲访华，武文赏是随行官员之一。武文赏当时表示，越方愿充分用好两党交流合作机制，推动越中友好和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明政、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长期以来，中越有着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这是由毛泽东主席、胡志明主席等双方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多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多种方式保持密切沟通，就引领中越关系发展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不断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越之间都有这个关系的定位啊。比如1991年的时候恢复这个关系正常化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定位。1999年的时候呢，是面向21世纪的那16字方针。到了2008年，就是这个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什么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又要对两国关系进行重新的定位，有什么必要性？因为现在我们建立现在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2008年到现在，对15年以来的发展，大方面我们已经取得相当好的合作成效以外，但是还有很多方面不太和谐的，也需要提出来，然后想出一个改善的办法。第二呢，是从中越各自对外关系这个时间点，或者说从国际背景的时间点来看，像美国、像日本，一个是在9月份，一个是在11月，分别竟然跟越南也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特别是美国，它连跳了2级，而且呢，日本呢，它是突然杀出来。所以怎么来表现中国跟越南这种特殊的关系、特殊性的关系？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是已经到了一个什么
到了一个临界点。说到中越传统友谊呢，我们会形容为同志加兄弟啊，这样的一个同志加兄弟到底意味着什么？同志加兄弟这样一种定位，或者说一种说法，其实在我小时候，那时候越南战争，正在进行。那么我读小学的时候的毕业论文是什么？就是给越南小朋友的一封信。那么这里面呢，就讲了同志加兄弟这个概念。那是1960年代。那么同志加兄弟，那么这样一个提法呢，胡志明比较早提出来的。但是我理解的中越之间的同志关系远远早于这个关系，还要早。对，至少是比如说，在双方都在进行民主革命，就是在亚洲觉醒背景下，双方在寻求独立现代化进程，摆脱殖民主义、半殖民主义的境地的时候，就是双方有识之士都在推动民主革命的时候，在中国像孙中山，甚至像康有为、梁启超，好，在越南像潘佩珠他们这些人，他们之间早就有这相互的为共同的理念来交往。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兄弟啊？中国跟美西方国家的竞争，很大程度会被演绎作种族之争。那么这个种族之争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是特朗普政府，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室主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共同的种族文化基础上，那么来形成一种合力。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就是种族、血缘、文化、价值观。而这种基础呢，它远远比政治理念来得更加深厚。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越南革新开放处于关键期，中越合作面临着关键的历史机遇。那么，中越两国在发展战略对接这方面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两国领导人要非常关注的，而且我会觉得更重要是什么？民心相通，因为一切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因为利益它不可能永远总有，但是信任呢才是真正合作的基础。在越南社会层面对中国的舆论的认知是在扭转的，因为他们看到那个中国确实是要诚心诚意跟越南一起发展。最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我们的轻轨2号线通车，这是越南老百姓评价最高的一个。越南老百姓看到中国标准、中国工程确实是对我们好。用实实在在的合作啊，来破解外界对中越关系的迷思。在我们就是来我们大学然后读博士的一个越南人，他呢就说了一个例子，他跟他老婆2个人一个是留学欧洲的。一个是留学中国的，他长期在中国待，读完硕士又读博士，那2夫妻经常吵架。为什么吵架？是因为中国而吵架，就是他长期在中国待，他就感受到中国和越南的这个中越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它互通有无，然后呢往来无边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交流，而他老婆接受的西方舆论可能更多的是对华攻击的。那么他老是为了这个，他就跟他老婆说：“你一定要找个机会，我带着你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也就是说，不管是民心工程紧迫也好，或者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也好，我们要固守这份成果，然后继续的把我们民心相通的工程发扬光大。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越南第1大贸易伙伴，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第1大贸易伙伴，全球第4大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额连续2年突破2000亿美元。那么，面对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给两国带来的相似机遇和挑战，中越两国如何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呢？未来中越又该如何发挥互补优势，为新形势下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呢？一起来洞察关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时，就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提出几点建议，其中在务实合作上要提质升级。习近平强调，14亿多中国人民整体迈向现代化是中国带给世界的巨大机遇，中方愿同越南同志分享机遇，共谋发展，欢迎越方积极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8项行动，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双方要共同实施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构
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方将继续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越南投资兴业，希望越方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近年来，中越经贸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统计数据显示，在中越双方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的1992年，两国贸易额只有1.79亿美元。2000年，两国贸易额突破20亿美元。接着，2012年规模达到500亿美元，2017年突破1000亿美元，2021年和2022年则连续2年突破2000亿美元，分别是2302亿美元和2349亿美元。今年前10个月，双边贸易额已达到1851亿美元。中越贸易持续增长，离不开交通运输便捷快速的带动。据媒体报道，截至11月底，广西开出的中越班列共1073列，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59.45万吨。6年来，中越班列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往来的直通车。与此同时，口岸基础设施的提升也给贸易增长带来强大发展动力。今年9月，广西凭祥友谊关智慧口岸开工建设，成为中越首个跨境智慧口岸项目。双方将合作建设智能跨境货物专用通道，实现货物24小时全天候智能通关。中越投资合作成效也很显著。去年1月份，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越南河内轻轨2号线项目落成。该项目是越南首条城市轻轨，从河内的吉林到河东，全长13.05公里，共设有12站。据越南媒体测算，从吉林到河东，乘坐轻轨仅需要23分钟，包括停站时间。而同样的距离，如果乘坐公交车、汽车等，在高峰期需要1个多小时，骑摩托车也需要40多分钟。因此，快速便捷，这是河内民众在谈及越南城市轻轨2号线时最常说的评语。而这条轻轨也成为了河内新地标，不少年轻人选择在周末搭乘轻轨空中看首都，甚至有人在车站内拍照留念。对于如何加强中越两国未来合作，双方高层近期都在密切讨论。据越南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指出，今年12月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受邀访问越南期间，与越方谈到了加强贸易关系以及促进铁路连接问题。越南高级外交官则对外透露，中越两国正在商讨铁路系统升级，加强一条通过越南稀土核心地带到达该国北部主要港口的铁路路线。今年10月，越南方面就提到了升级铁路线的计划。虽然中越之间的铁路线早已连接，但是两国铁路系统并不相通，越南方面的铁路运输能力相当有限，来自中国的货物只能停在港口换乘越南列车。在越南铁路升级之后，越南运输能力将显著提升，中越贸易将更加便利。外界看来，这一计划的实施还将对越南稀土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广泛应用于高科技产品和环保产业。在越南，稀土蕴藏丰富，分布广泛。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越南拥有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2大稀土储量，估计储量为2200万吨，约占全球已知储量的19%。然而，尽管越南多次尝试发展稀土产业，包括在2010年初与日本投资者合作，但进展甚微。越南全国尚未成功启动其稀土产业，但当下的情况似乎正在迅速改变。7月，越南政府发布了一项矿产行动总体规划，目标是到2030年开采和加工200多万吨稀土矿，每年生产多达6万吨稀土氧化物当量。10月18号，越南科学技术研究院和科学技术部召开会议，讨论稀土产业的发展。越南还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拍卖该国最大的稀土矿东宝的几个地区采矿权。因此，有分析指，中越两国如果在稀土加工领域进行合作，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补，将给越南稀土运输带来更大的便利，同时加速稀土的出口和境外投资的到来，对于推动越南稀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中越也在持续深化区域多边合作，并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加强协调联动，双方共同推动 RCEP 生效实施，
携手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在东亚蓝莓框架下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投资合作稳步推进，成为两国投资合作新的增长点。分布在越南南北方的2个经贸合作区，正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两廊一圈加快对接的生动写照。从胡志明市沿高速公路向西南行驶约50公里，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拔地而起，众多中资企业在这里扎根兴业。作为中国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龙江工业区吸引落户企业投资总额达18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约3万个就业岗位。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在经贸方面，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而越南呢也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庄先生，您觉得哪些因素促使中越之间在经贸合作上这个热度不减，甚至不断的上升？我想，首先是一个双方的经济跟产业互补性非常强。这个互补性表现在就双方。一个呢是经济跟产业发展水平，它有差次，就是中国大概属于中等技术偏上这么一个产业发展水平，而越南呢大概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所以双方呢就存在一个相互转移、相互补充、上下游的一种合作关系。第二就是双方的这种劳动力的价格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我大概会这么估计，可能说一线城市跟一线城市比。或者是说3线跟3线比，大概双方的这个劳动力价格的差距可能是应该差1倍吧，这个甚至有的是1倍多到1倍到2倍。所以呢，这么一个状况呢，就是产业转移还是呢产业互补就容易完成，就不会形成一个双方直接的竞争。第三呢，就是那么越南的上游产业高度依靠中国，然后呢，越南呢又可以。那么出口美西方国家不会直接受到制裁，我们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通过越南，来实现对外面的出口。所以呢，在过往的这几年，双方形成一个经济的高度互补。在这个产业链转移的过程中，越南成为了比较重要的承接地之一。但是越南的问题也很突出，它的基础设施、能源供应是不配套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发生了电荒。那么后来怎么解决的呢？就是通过我们中越边境的输电线路，然后呢，紧急的向中国购买电力，缓解了它的电荒。那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个可持续发展能源上，其实中越是有很强的互补性的。在这个清洁能源问题上，我们的互补性就更强了，对不对？因为中国在这个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方面都是具有优势的。而越南现在正在实施的第8个电力规划，实际上就是在从传统能源向可持续的清洁能源发电的这样一个转型过渡过程中。那所以你看，它的互补性就进一步凸显了。据越南政府网站消息，中越正在探讨计划升级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线就是从中国这个云南昆明一直到越南的这个北方城市海防的啊。那我们发现，在西方媒体，包括路透社这些媒体报道当中，他们重点关注的是什么？说这条铁路线电气化铁路线会经过这个越南主要的稀土产区，他们报道这个的目的是什么？西方的舆论点呢，主要在于什么呢？认为中国会通过这条线路的援建或者共同建设来掌控越南的战略资源，就是它这个东宝稀土矿啊。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非常片面的。为什么呢？当我们重新审视从昆明经过这个莱州东宝，然后再到这个海防的这条路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2个特点非常的明显。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经过的全都是越南的欠发达地区。那第2个特点就是它这条沿线的铁路也非常的欠发达，这就导致了越南在之前的这么多年来，它这个东宝稀土矿得不到开发。然后它这个原料拉不出来，所以要升级铁路。对，而升级这条铁路是一举多得的。持续挖掘多领域合作潜力，深圳也在探路。那您觉得深圳跟越南之间的这种合作潜力还应该如何挖掘？我想呢，对越南，在越南方面来讲，跟深圳合作是他的首选。那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2个地方，它有相当高的产业的同质度。因为现在越南就靠吸引外资，然后呢，建立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的发展倾向。那么深圳呢，
过往就是走这条路，和现在深圳所有的关于怎么发展制造业、怎么管理制造经验，越南马上就可以现成的学习。第二呢，产业怎么转型、怎么升级？那么新产业，包括像数字经济啊也好、绿色经济啊，所有这些在深圳呢都已经做了一轮发展一轮，这是越南现在他们想要做的。越南呢还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深圳呢已经趟出了一条路了，你就按照那条路走了，那就好了，效率很高，非常高。第三呢，深圳是一个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在制造业、在国际化，深圳企业、深圳这个城市在中国都是领先的。那么，就是今后越南它要发展的方向，越南如果选择深圳作为最主要合作伙伴，那么完全可以说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